烂番茄影评人给78%，观众给97%，差这么多，代表其中一边在演。今天这支影片，老头子要告诉你，到底是影评人眼光太高，还是观众真的被感动到忘了批判？先说电影叫什么？舅舅119，英文原名 Code 3，2025年上映。主演瑞恩·威尔森就是演办公室德怀特的那个大叔。这个长脸男人在这部电影里交出了我认为他职业生涯最接近封神的一次表演。对了，如果老头子以后还要继续帮你挖好片，麻烦先订阅一下。演算法很机车，不定我真的消失了。IMDB 拿到7.2，烂番茄影评人78%，但观众分数是96%，几乎接近满分。现在可以在 Apple TV 上找到，台湾有中文字幕，这个分数差距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通常会有这种落差，代表这部电影说的不是影评人那种语言，说的是普通人听得懂、感受得到的那种语言。故事很简单，简单到让你怀疑他们怎么撑得了100分钟。主角 Randy 在救护车上干了18年，职业倦怠说得好听，说难听就是已经不在乎了。他决定辞职，刚好拿到一份办公室工作机会，薪水好1倍，再也不用半夜被叫起来捡烂摊子。问题是，他还得值最后一个24小时班，而且今天上面派了一个实习生 Jessica 来跟班。他最不想遇到的那种认真有理想，什么都要问个清楚。你有没有试过，在你决定离职的最后一天，还是要跟新人解释 SOP？ 那种感觉就像你已经在打包行李，有人还在问你那个档案放哪里。 Randy 就是这种状态，他的身体在救护车里，但他的心已经开始想办公室的咖啡机在哪个角落。而偏偏这一天的班不会让他轻松过。好，说说影评人觉得这部片的问题在哪儿。批评最集中的一点是电影的调性不稳定，有时候是很黑的喜剧，有时候又想变成正经煽情剧，转换的缝隙让人会在某几个瞬间出戏。换句话说，影评人觉得他没有把一条路走到底。但问题是，真实的急救现场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一个24小时班，他们经历了什么？有在车祸现场看着人死在眼前的那种无力感，有在精神崩溃患者面前还要保持冷静的那种消耗，有官僚系统卡住送院流程，你明明知道再快1分钟可能就不同结果，但你只能等的那种愤怒。这部电影不是动作片，虽然它的片名让你以为是。瑞恩·威尔森的表演是这部电影最值得谈的东西。他没有演一个悲剧英雄，他演的是一个已经学会用没插保护自己的中年男人，眼神没有明星光泽，动作没有电影感，走路的方式就是一个班上完又上，身体记住了所有步骤，但灵魂早就下班的人。有几场戏他什么台词都没说，但你看着他坐在救护车副驾，知道他在想什么。这种表演不需要解释，就是让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他的搭档 Mike、李丽、莱尔、豪艾里饰演是整部片的喜剧节点，但这个角色不是那种纯粹搞笑担当。他和 Randy 的搭档关系，就像你跟同事共事超过5年以后，不用说话也知道对方什么意思的那种默契。他们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冲突，就是两个人在混乱里保持节奏，比任何设计好的感情戏都更真实。实习生 Jessica 可能是这部电影最聪明的设计之一。他一开始真的让人想翻白眼，满腔热血，什么都想做好，碰到 Randy 的冷漠回应就立刻皱眉，那种我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表情拍得很准。但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他变成那种感化了冷漠老人的励志工具。他理解了 Randy 也透过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了自己在做的事情。两个人都没有太大改变，但两个人都有一点点不同了。这部电影说了一件影评媒体特别称赞的事：急救员面对的不只是伤患，还有整个医疗官僚体系，等床位，等保险审核，等系统给你一个可以送院的理由，而伤患就在担架上等。这种愤怒电影拍出来了，而且没有说教感，他就让事情发生，让你自己气。但等等，我刚才说观众97%，是不是代表这部片很完美？不是，是代表这部片说了一件影评人写不出来，但每个人都感觉到的事儿。这部电影做对的最大一件事是他没有假装急救员是超人。Randy 不是英雄，他是一个被消耗了18年的普通人，靠着自嘲和黑色笑话来假装自己还好。这是很多写急救员的故事不敢碰的地方。英雄化太容易，真实化很难。但这部电影选了难的那条路，而且走得不难看。烂番茄观众评论里有真正的急救员说，这就是我每天的感受，这比任何影评分数都更说明问题。想象一下，你做了一份工作18年，你很擅长它，但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有一天你拿到一个出口，薪水好，干净，安全，你已经决定走了。然后在你出门前，你必须再值最后一个班，而这个班偏偏让你想起了你当初为什么进来。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很多人30几岁在问自己的问题。好，讲让我不爽的地方。电影有1-2场戏，调性突然变得很煽情，配乐一下子很满，
演员的表情变成我要让你哭了哦的模式。那个瞬间，我真的在荧幕前坐直了身体，因为这部电影一直以来的节制在那几秒钟消失了，变成我最讨厌的那种提醒你要感动的手法。另外一个问题是结局的走向太干净。Randy 最后做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对的，但他对的有点不费力。现实里这种决定通常没这么清楚，没这么快。电影在这边选了让观众舒服的版本，而不是让观众继续带着问题走出去的版本。老头 Z 觉得他可以更残忍一点，说说真实性的部分。这部电影2023年在加州拍摄，导演李欧娜在写剧本时做了大量实地采访，那些紧急现场的细节不像是从其他电影学来的。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做到了大多数纪录片都没办法传达的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很夸张，但你看完以后可能会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这部电影的定位很尴尬，它太黑色幽默给不喜欢不舒服的观众，又太真实给想看纯爽片的人，又太轻量级给习惯独立电影的影评人。但就是因为这种不上不下，它反而精准命中了那群最需要看这部电影的人，在职场里撑着，在人生里摇摇欲坠但还没放弃的普通人。老实说，我一开始对瑞恩·威尔森没有太高期待，他演德怀特太成功，之后很多年的选片让人摇头。但这次他选了这个，然后把这个角色演成了我不会忘记的那种，不是最华丽的，不是最赚奖的，是看完之后你会想到，对，就是这种人，这种感觉的那种。如果要我拿一部电影来比较，它让我想到那些在日常外壳里藏着社会批评的工人阶级电影。更精准地说，它是一部穿着喜剧外套的社会观察，而且它没有告诉你怎么解决问题，它只是让你看到问题存在。这是好事儿还是让人不舒服？两者都是，而且我认为这样才诚实。谁该看这部电影？在医疗、急救或任何你的工作是捡别人烂摊子相关行业待过的人，先去看，不用犹豫。在职业倦怠边缘晃悠或已经掉进去的人也去看，但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点戳到你。如果你只是想轻松看个爽的，这部可能让你有点不自在。这不是他的问题，是你今天的状态问题。老头 Z 的结论，影评人说他不稳，我说他比稳更真实，这就是差距在哪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Randy 在最后选择留下来继续当急救员，你觉得这是对的决定，还是电影给了他一个他不应该拿到的干净出口？如果你也曾经在离职边缘反悔，或者你觉得他应该直接走，留言告诉老头 Z， 我很想知道你的版本。这支影片有帮到你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部被低估的电影。